怎么了？邓老师出事了！听到这样的话，村长激动万分，飞快跑出去。村长来到课堂，董老师早已经躺在地上。他顾不了这么多了，用三轮车载着董老师去往医院，途中深陷动弹不得。村长用尽力气使劲推，幸运的是在半路遇到董老师的儿子。村长来到医院门口，被董老师儿子推倒在地。这一刻才知道，再晚10分钟，董老师就没命了。这是没完，另事又起。村长回到自家，才发现白莲挂门，他的老母亲已经离世了。村中没有董老师，孩子们就跟着村中的妇女学编竹篮子，他们放学都会拿着半成品回去。到了上音乐课的时候，上面的村民在上面拉二胡，下面的孩子们当做催眠曲在睡觉，甚至还有村民教孩子们武功的。很快，孩子们的父母纷纷找到村长，异口同声喊着：“你都给孩子们教的是什么呀？”村长无奈之时，听到村里的会计告知，我们资助的俩大学生回来了。村长兴奋跑出去迎接，把他们带到破旧不堪的办公室。到了第二天，村长把国强和小平叫在一起，这一桌是全村人做的饭。村长这一刻盼得太久了，一杯酒下肚，说起曾经的往事。村长的儿子为他们补习功课，可惜在学校建成的前一天，去往邻县学校上学途中溺水身亡了。第二天，意料的是，国强从小平母亲递来的包发现，里面写着交给村长的字条和一些钱。国强来到村长才知道小平已经离开村了，并说起自己也马上离开一段时间。国强看着窗外的村长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村长眼看着孩子们没有支教老师也不行，他来到县城看完董老师，才知道他的手术还没有排上。儿子知道村长又要来，请父亲去支教，忙表示你们去外招聘一个老师试试。可在贫困山区当老师，1个月才500块，根本没有人愿意。很快，国强找到小平，把包包扔给他，你自己跟叔说。每天小平利用空余时间在餐厅打工。此时的村民们天天的盼着国强和小平回来，思来想去，村长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天微亮，穿好衣服出发，小跑来到县城学校。他从零开始和台下的孩子们一样认真听讲，一到下课时间更是跑着回到课堂，把一天的学到的知识教给孩子们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很多天，他无私奉献，默默无闻。终于在这天，小平和国强来到村长前，把红色包包交给村长，里面有几万块。这一刻，村长和妻子明白一切，他们要离开，不想在村里做支教老师，想到外面有更好的发展机会。村长百感交集，因为自从儿子去世后，全村人把希望都放在国强和小平身上，每天勤俭节用，把他们供上大学，只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回来教书。但现万念俱灰，一切都不可能了。他们是全村人的希望，这一刹那成了绝望。让他们走，你们都走！我告诉你，我能把这个学校办起来，我就能让这个学校办下去。我不用你们，你们都走，你们谁也别留下。第二天，村长如常天微亮就来到县城学校，因昨天下雨路不好走，回来的时候他一路滑下山脚。此刻的孩子们还在等他归来讲课。孩子们看到村长满是泥土，看到眼中心疼在心中，孩子们的读书声传遍全村。而小平则是拿着行李箱，在村民的期盼的眼神中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昨晚摔了一天的村长起来晚了，听到声音，看到村民翻新学校，国强做了他们的老师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村长如释重负般轻松。2年后，小平回到村里，他看到村长不再为了孩子们走出大山而烦恼了。